今天咱们看一部男主用步枪打下飞机的俄罗斯电影《拯救列宁格勒》。列宁格勒保卫战是二战的重要战役之一，当时苏联军民为了拯救列宁格勒做了很多牺牲。苏联历时3年，伤亡350万军人，100多万平民，才打赢了这场保卫战。今天的故事就是讲述其中的一次行动。大家好，我是鹏哥。故事的开始，一群记者采访一位老奶奶，也就是故事的女主。她是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752泊船事件幸存者。女主拿出一块手表，这是她丈夫，也就是故事的男主留下来的。她见证了那段历史。当时的列宁格勒已经被德军包围，而男主是炮校的学员。这天早上，他来接女主一起转移。女主收拾好东西，和妈妈告别，便跟男主坐车走了。他刚走，他爸爸就回来了，也没见到女主。原来女主爸爸之前被调查，现在已经赦免了，马上就要去前线。这时，德军已经占领了当地最大的粮库，再围城1个月就会发生大饥荒，而苏联舰队也被封锁，所以苏军只能通过驳船从拉多加湖转移。所谓的驳船就是没有动力，通过拖拽的形式运送人或货物的船。苏军这边决定用752号驳船转移，虽然船已经破旧不堪，但是负责转移的上尉还是命令要满载1500人，同时还要装满行李和汽车，而男主就是这个上尉的儿子。为了方便区分，我们称呼这个上尉为男主爸爸。男主爸爸说自己的儿子都在船上，出什么问题自己负责，于是便开始登船。男主部队正在集合，他请了5分钟的假，中士拿走他的手表，让他尽快回来，如果不回来，表就不还了。这边男主安排好女主上船，在船舱里给女主找了一个安静的房间，然后便跑回去集合。这时，等待上船的人群中，一个开车的人看到了女主，而这个人就是调查女主爸爸的上尉。他认识女主，并追着女主来到了那个房间，但是开了2下门，门没打开，便离开了。这边男主爸爸接到命令，让炮兵学员留下来支援守军，夺回昨天失去的海岸线。男主爸爸传达完命令，便把自己的儿子喊来，让他换上海军学院的衣服，重新上船。而男主刚开始不同意，但是后来还是听了父亲的话，具体是什么话，后面会有交代。与此同时，女主看见炮兵学员下船，向别的方向进发，她以为男主也要出发，便急忙下船。这时，男主找到了女主，女主以为他临阵退缩，很生气，便自己上了船。正巧碰上上尉，上尉对她有好感，但是女主很讨厌他。他问女主：“跟爸爸一起来的？”女主回答：“和男朋友一起来的。”正说着，男主来了。做完自我介绍，上尉想找男主的茬，便问他：“你的上级军官是谁？”男主没回答。上尉说：“我会查出来的。”上尉走后，男主跟女主解释，是因为想跟他在一起，所以就听了父亲的，换了衣服。而女主还是很生他的气，认为他怕死，让男主不要找他了。另一边，炮兵学员和女主爸爸等人组成了支援部队，开始了抢占海岸的战斗。战斗很惨烈，中士带领一个士兵左冲右突，中途碰到了女主爸爸。这时，一个军官命令中士带领士兵冲上去，端掉德军的重机枪。中士带领士兵向德军阵地冲去，德军火力很猛。中士让女主爸爸和一名士兵等在战壕里，而自己带领2个人冲了上去。当冲到山头时，只剩下中士1个人。他扔了一颗手榴弹，炸死了机枪手，然后与个德国兵在泥坑里肉搏，并杀死了他。端掉机枪点后，军官命令中士带领受伤的士兵和女主爸爸坐船到拉多加湖那边去。女主爸爸拒绝了，他要留在战场上。于是中士带着人走了。与此同时，上尉找到了海军教官点名，最后查出来男主不是海军学员，便把他绑到了一根柱子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驳船遇到了9级大风和暴雨，很危险。这时，一个女老师看见了男主，把他救了出来。碰巧女老师的女儿被冲下船，她死死地抓住一根柱子，情况危急。男主奋力把那个女孩救上来，正巧被走出船舱的女主看到，而女主吃醋了，返回了船舱。这时，驳船的左舷有个缺口，船里进了不少水。男主和船员一起全力排水，终于走出了风暴。此时已走了1大半路程，但是德军的2架战斗机飞了过来，要炸毁驳船。此时船舱里水面已经很高了，德军飞机扔完炸弹后又开始扫射，很多人被杀死，炸毁了驳船和牵引船之间的钢缆。男主跑进船舱喊人帮忙一起打战斗机。这时1架战机被男主打伤后飞走了，而另1架为了掩护他也飞走了。这时驳船上开始把行李、汽车等物品推下船去，船长命令把上尉的汽车推到海里，但是上尉不同意，双方争执不下。男主过来帮忙，上尉对船长说男主是叛徒，他爸爸给了这艘破船来转移人员。男主很愤怒，跟上尉吵了起来。一个风衣男过来说先从自己的钢琴开始吧，于是几个人先把钢琴推进了海里，有了开始，后面的事就好办了。上尉也不再坚持，船长把船舱里的妇女、儿童转移到甲板上的驾驶舱里。上尉这时也想挤进去，女老师跟他说这里只有妇女儿童，上尉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男主急着找女主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应。这时德军战斗机又回来了，把驳船炸成了火海，很多人都跳船逃生。男主端起枪装上子弹，面对战斗机的激光炮扫射毫不慌张。等战斗机飞近以后，瞄准一枪打死了飞行员，战斗机撞断桅杆坠海。男主急忙到船舱找女主，这时水已经快没过头顶了。男主救出女主后，跟其他人一起逃生，驳船沉了。
与此同时，中士他们的船也赶到了，逃生的人纷纷被救，男主和女主被中士救起。得救后，男主开玩笑地跟中士说：“你是回来还手表的吧？”中士笑着把手表还给他，两个人热情地拥抱在一起。上岸后，男主看到了上尉在等他们，男主以为上尉要抓他们，没想到上尉只是为了跟男主和女主告别。因为男主击落德军战斗机，上尉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这时，影片交代了男主爸爸让男主上船的真正原因。原来男主爸爸知道驳船超载严重，但是为了转移民众，没办法。他说自己的儿子也在船上，所以他让男主也上了这艘船。驳船被炸后，他自己一个人划着救生船来找儿子，但是没有找到。影片的结尾，女主叙述自己的爸爸后来战死，妈妈在1942年的12月冻死在公寓。这次752驳船遇难沉没事件，死亡1200多人。后来人们自发举行游行，缅怀遇难人员。该片以女主的视觉讲述了驳船遇难事件，从侧面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。故事中，男主拿步枪打下了飞机，这我也就认了。但是这个片名感觉起得有点大。最后，喜欢朋友说电影的朋友们，记得加关注哦，我会继续推荐好电影给大家。咱们下期见。